岛儿先辈，苦等了半年，小龙虾终于上市了啊！今天刚去菜市场买了整整10斤小龙虾，我们一次吃个够。一般印象里吃小龙虾都是在夏季，现在这个季节似乎有那么一丢丢早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其实4、5、6月份才是吃小龙虾最好的季节，真到了深夏，小龙虾就不好吃了。至于为什么，做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。这里呢有2组小龙虾，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猜一下哪一组的虾比较好。盲猜一下，我觉得选2的应该会比较多，毕竟这一组一个个都跟大将军似的，身披血甲，生龙活虎。反而看1组这几只，个个都蔫不拉几的，老可爱的情的，怎么看都是2组完胜，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2组这几只叫做红壳虾，也叫铁壳虾，挑一下它的老火。绑硬这种呢是小龙虾的完全体，个头大，活性好，但是因为它的壳非常硬，所以很难入味。而且这种很长时间没有蜕过壳的虾，身上会淤积非常多的脏东西，可以看到每一只都非常的脏，包括它的内脏，所以吃起来会有一股淤泥味儿，只能用麻辣13香这种重口的做法来掩盖。而这种青壳虾呢，其实就是还在蜕壳期的未成年，所以身上一般都很干净，可以看一下每一只都非常干净，对比之下更是一目了然。这种虾的优点就是壳薄肉嫩，而且没有异味，不管是清蒸还是重口的做法都非常好吃。所以懂行的人买小龙虾的时候只会挑这种青壳虾。现在这个季节青虾是比较多的啊，但是到了深夏，红虾会越来越多，青虾会越来越少，所以吃小龙虾一定要趁早。我最近呢也是在网上看了几种小龙虾的另类吃法，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。我一般处理小龙虾的时候，只会去掉它头部的胃囊，虾线我尽量是不抽的。别看虾线这么细一条，但其实抽掉之后会有很大的一个洞，蒸汽或者汤水进到虾身里面，就会对肉质造成破坏。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。好啊，这2种呢都是网红吃法，我之前也没有试过，不过看着还是挺诱人的，特别是这个榴莲，哇，好臭啊！烤过的榴莲这么臭的吗？这有点过分了啊！这个味道我实在是……我虽然很喜欢吃榴莲，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有一点过分浓郁了，顶不住，顶不住。确实有一点顶不住啊，先放一边，试一下这个雪碧小龙虾，这个我也是比较持怀疑的态度。这很一般呀，感觉是挺新奇的，但你说它有多好吃吧，好像也很难 get 到那个点。让我在它和13香中间选的话，我毫不犹豫的会选择13香。这个是去了虾线的虾肉，你看。散掉了，这个还好一点。这才是小龙虾的味道吧？不是说去了虾线它的肉一定散，但确实去掉虾线的小龙虾，它的肉更容易散。我找一个没去虾线的啊，这个是没去虾线的，看这个肉非常紧实，非常饱满，非常的 Q 弹。
好吃。好了，那总结一下，今天小龙虾的2种网红吃法都有一点不尽人意。这个烤榴莲的味道确实有一点点爆炸啊，非常的上头，我这一时还无法接受。那这个雪碧小龙虾给我的感觉就是平平无奇，说不上好吃，也说不上不好吃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口味啊，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。你自己很喜欢这种吃法也说不定。那这期视频最重要的2点，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的挑选，选青虾不选红虾，而且要趁早吃。到了生虾，小龙虾全都进化成铁壳虾，那个时候就不好吃了。第二个就是处理活虾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去虾线。虽然这一点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但是经过我个人的研究对比，发现去虾线确实会影响虾的肉质，它的虾肉更容易散，即便是不散，口感也会下降。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小龙虾在热处理完成之后再去虾线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